战一阳想都不想就说道：“不用，我不想知道他长什么样。”那可不行，他一心想跟我争个高低。我的男人也想抢，不会轻易死心的。你若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就不会对他有防备，容易被他算计了去。哪一天你遭到他算计，与他生米煮成熟饭的话，战一阳，你是负责还是不负责呢？战一阳哑口，半晌，他才无奈的道：“行，哪天见到他了，你告诉我，我防着他，绝不让他靠近我3米以内。我要学我大哥以前那样子，天天带着几名保镖，就是防那些心机女的接近。又不用那么夸张，不过你带上几名保镖是有必要的。皇帝若对你势在必得，还真有可能会对你投怀送抱，算计你和他生米煮成熟饭的。带有保镖，让他连近你身的机会都没有，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。与他保持着2米的距离也可以了。不过你觉得保持3米的距离更安全的话，那就3米的距离吧。未来的大伯哥未婚之前，只要出了门都会带着保镖团。那些保镖团忠心耿耿，拳脚功夫厉害，既能保护他，又能防着爱慕者靠近他，算计他。这些是杜雨萌都知道的，毕竟在管城那不是秘密，是战大少爷出场的标配。我等会儿就打电话给我大哥，叫我大哥帮我安排几名保镖过来用用。这么晚了，你还打电话给你大哥，影响他休息，小心他顺着无线电波过来掐死你。没事，奶爸的生活作息是乱的，这个点说不定他刚好在给我侄儿换尿不湿或者喂奶呢。他们兄弟相处的事他不多说。你还没有洗澡吧？赶紧洗澡睡觉，别熬夜。你也是，雨萌，晚安，爱你。杜雨萌笑，晚安。他没有说爱你。结束了通话后，杜雨萌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望着天花板片刻，便关了灯，准备孟州宫去。那边的战一阳是刚回到家，还没有洗澡，被黄历的送礼物搞坏了他的好心情。从杜雨萌那里弄清楚怎么回事后，战一阳先发信息给战印，问战印睡了没有。战印回复他有事直接说。战一阳便打电话给大哥，战印接听他的电话，低声问他这么晚找大哥有紧要事？大哥还没有睡，宝宝饿了，我起来给他冲奶粉，刚喂他吃完奶粉。战印坐在床前，一边手抱着儿子，一边手拿着手机和老四通电话。大床上海童睡得香甜，晚上都是让儿子喝奶粉，这样他能睡上一觉。宝宝吃奶粉也耐饿一点，能睡得久一点，这样大人也能轻松点。生了娃，当了父母，战印才知道养个孩子很不容易。夫妻俩又做不到将孩子直接扔给保姆或者长辈照看，他们想自己照顾，那样孩子和父母的感情才深。像战印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带着，他与父母的感情就不够深，最在乎的人反而是他的爷爷奶奶。哪怕是亲生父子女，也是要天天相处，培养感情才会感情深厚。宝宝好带吗？还是吃奶粉？宝宝想我这个四叔了吗？现在还好，晚上都是让他吃奶粉，你大嫂要休息。战印看着怀里的儿子，吃饱喝足了，小家伙又睡着。刚出生几天，目前来看还是很好的，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，再大一点就不知道好不好带了。哦，宝宝现在睡着了，还是醒着。大哥，能拍个相给我看看吗？我这刚过来就想他了。他睡着了，不拍照，等满月了，你回来不就可以看到他？那么喜欢孩子，你早点和杜小姐结婚，生几个孩子，就怕到时候生了几个孩子，吵得脑壳都痛会，后悔生了那么多。反正战印夫妻俩是只打算生2胎，现在1胎生了，过几年再考虑生个2胎，拼一拼女儿。大师说他们夫妻俩或者女双全，第2胎肯定是个女儿。看着越来越好看的儿子，战印想象着以后有了女儿，女儿的样子应该会比儿子更好看，他就恨不得立即生个女儿。我还没有那么快，若是雨萌现在肯嫁给我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
战印问他，你在那边的时间也不短了，还没有一点进展。据我所知，杜家也没有再整治你。战印没有去海城，不过自家兄弟在那边追妻，他偶尔还是会留意一下的，多少都知道一点情况。杜家也就是让老四直播吃了一次辣椒，吃的老四胃炎犯了，喉咙发炎又咳嗽，还住院挂水几天。杜雨萌就心疼了，不许家里人再拿战一阳的健康来开玩笑，这样的女孩子才值得她的兄弟去追求，不愧是奶奶相中的人。我这次过来，雨萌对我好了很多，提前下班一起去吃饭了，还去看了电影。我送给她的花束以及一套珠宝，她都肯收下了。大哥，这样子是不是意味着雨萌接受我的感情了？战役说道，我又不是杜小姐，哪知道她是什么意思。老四，你深更半夜打电话给大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说重点。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堆，都没有重点。战役阳兮兮的笑，大哥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你说出来，大哥看看能不能帮到你。要是让大哥教你怎么追妻，这个忙大哥就帮不到你。大哥肯定能帮到我的，放心吧，不是让大哥教我追妻，大哥自己都不会追妻的，大哥最好命了，直接就娶到了我大嫂。自己现在追妻追得艰难，战一阳不知道有多羡慕大哥。你是比不得大哥的，只能羡慕大哥了。战印颇为得意，都忘了过去他和海童闹意见冷战时，他内心的焦虑着急。又歪了，说吧，让大哥帮你什么？战一阳笑，我想要几个人，大哥帮我安排一下，让他们跟在我身边，保护我不被爱慕者算计我就行。像大哥出门在外一样，让所有年轻女性与我促持着3米远的距离。战印说道，保镖是吧？要几个人？你还有爱慕者算计啊？战一阳，瞧大哥说的，难道我很差吗？喜欢我的女孩子还是挺多的。战一笑，是，你也有爱慕者的，你很多爱慕者，到时候杜小姐嫌情敌太多，就不想和你在一起了，没有哪个女孩子喜欢多情敌的。我大嫂的情敌也不少呢，大哥和大嫂办了婚礼，都还有人爱慕大哥，想破坏大哥和大嫂的感情呢。大哥，我要4个人就可以了，大哥，你明天安排他们过来吧。战印没好气的道，知道了，没什么事就挂电话，以后这种小事情不用打电话给我，直接联系杨叔，叫他帮你安排就行。战役阳兮兮的笑，我想大哥了吗？所以打电话给大哥，也想我侄儿了。哎呀，这才1天不见，我就牵肠挂肚了。既然那样牵肠挂肚，那你从海城回来，我安排老八过去负责那边的分公司事宜。战役阳连忙说道，不用了，我负责就行。老八跟着哥哥们再学习一段时间吧，他还没有真正出师呢。大哥，晚安。说完，战役阳赶紧挂断电话，不敢再唠叨下去，生怕大哥真的把他调回去，安排老八过来。战印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抱着儿子在房里走了一会儿，才回到床边，弯下腰去，小心翼翼地将小家伙放躺在海童的身边。海童醒了，她睁开眼看到丈夫将儿子放躺回她的身边，她一个侧身，伸手一抱，抱住儿子的小身子，轻柔地拍着儿子，眼睛又闭上了，嘴上却在问老公，宝宝是饿了还是拉了？饿了，喂他吃了奶粉，便又睡了，你睡吧，不用担心饿着他。海童嗯了一声，老公你也睡，照顾孩子很累人，他知道战印也累了。战印温和地嗯了一声，他跟着在妻儿的身边躺下，同样侧身，他看着妻儿睡熟的样子，虽觉得有点累，却是值得的，心里头被幸福填得满满。一夜再无话。隔天，海童被儿子的哭声吵醒，他睁开眼，看到战印已经坐起来，并将儿子抱了起来，温柔地哄着。他今天怎么醒得这么早？往时都是睡到上午9点多才会醒来吃奶。海童也跟着坐起来，并拿过手机看了时间，发现是清晨7点多。
战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，我不小心压到宝宝的手了，他吃痛就哭，还没有习惯他横在咱们之间。战印更加的不好意思，习惯了只有夫妻俩，忽然多了个小不点，怕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毕竟才出生几天，他一时间还没有习惯中间多了个小不点，睡得迷迷糊糊时，翻身就想拥老婆入怀，然后就不小心的压到了儿子的小手，小家伙被压痛，张嘴便哭，哭得还很厉害。海童从他怀里抱过儿子，说道，还好你没有整个人压在他身上，是有新手父母因为忘记有个孩子，一个翻身就压到孩子的。他检查了一下儿子的手，战印很紧张地道，老婆，宝宝的儿不会被我压断了吧？我感觉压到什么东西就赶紧松开了，应该压得不厉害的，要不要送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战印努力地回想刚刚自己压到儿子的小手时，力道大不大？他感觉力道不大的，应该没事吧？海童哄了一下儿子，小家伙就不哭了，然后睁开眼睛看父母，他不哭了，应该没有压断，要是断了，没那么快停止哭的。战印松口气，他凑过来轻摸着儿子的小脸，歉意的道，宝宝，爸爸不是故意的，爸爸忘记你睡在你妈妈身边了，不小心就夺到你的小手，爸爸保证以后都会小心的，不会再压到你。海童说道，要不你去书房睡吧，宝宝现在也不难带，我自己一个人也能照顾他。不行，我就在这里睡，我以后会注意的，保证不会再压到儿子。你在坐月子，不能累，宝宝就算不难带，晚上也要起来喂几次奶才能到天明，你若是一夜起来几次都不用休息了。我现在又不用回公司陪着你休产假，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你和宝宝，我晚上少睡会儿没事的，白天宝宝睡了，我跟着睡会儿就补回来了。战印是陪着爱妻休产假，明面上没有任何人敢反对，私底下有没有人嘀嘀咕咕的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他没有听见，就当作没有人说。战氏集团在他手里经营了那么多年，就算他没有回公司坐镇，通过手机或者电脑远程操控管理也是可以的，况且公司里还有老二和苏南。行吧，以后宝宝放在我的身侧，不要放在我们中间了，免得老公忘记了，一个翻身又压到小家伙。他虽说也是初为人母，由于有过照顾宝宝的真实经验，小家伙动一动他都会醒过来，不会压到小宝宝。要不要冲奶粉喂他？战印又摸了摸儿子的脸，儿子的皮肤真滑。彤彤，你看咱们儿子是越来越好看了，以你我的颜值来说，咱们的儿女都不会丑到哪里去，除非你是整容才这么帅的。海童可以肯定自己没有整个容，他天生丽质。战大少爷立即说道，我怎么可能整容，我天生就是这般的俊美非凡。海童笑，逗你的，知道你不会整容，婆家的基因好，暂时不冲奶粉，我喂他。战印嗯了一声，看着老婆喂儿子，他有点酸溜溜的道，小子抢了我的地盘。战印，海童嗔了他一眼，这家伙还跟儿子争风吃醋了。老婆，你以后要将我放在第一位，不能让这个小子排在我前面，有了我才有他的。战大少爷向爱妻提出来，生怕有了儿子，老婆的注意力全放在儿子身上，说你和儿子争风吃醋，你还真的争风吃醋，这是你的儿子，是我的儿子不假，但他以后是别人的老公，你不能对别人的老公太好。海童哭笑不得，行行行，我对我自己的老公好，让你排在儿子前面，可以了吧？没有怀孕时又盼着有个孩子，有了孩子又要和孩子争风吃醋，